武道扬言要打败柴大寿，接管黑龙，这让柴大寿非常不爽，一拳又一拳把武道打到面目全非，但武道仍旧不肯放弃。再这样下去，他绝对会被大寿活活打死。八戒大喊着他什么都改变不了，武道被击倒在地，却又再次爬起来。他说八戒错了，因为无法改变的人是他自己。武道第一次发誓要改变未来，是在阿敦死的时候，在那节破旧的楼梯上要扛起一切的他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但是渐渐的，大家都认可了他，即便现在他硬着头皮撑下去，也未必能改变未来，但只要有那么一丝可能，他都不会放弃。在大寿挥拳的同时，武道狠狠一拳砸中了大寿的脸，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武道倒飞出去摔在地上，而他的这一拳居然让大寿的脚步不稳的跪倒了。这还没完，武道又踉跄的站起来，八戒哀求武道住手吧。武道说他能改变未来，就必须赌上性命，努力不会让人感到痛苦，最难受的是孤身一人。八戒有什么事就尽管和他说，他们不是朋友吗？听到这里，八戒失声痛哭的跪倒在地，救救我吧，吴小道。武道笑着保证，就交给他吧，他想保护的人，他未来会持续保护的姐姐，就交给他来守护。但八戒却说不是这样的，他脸上没有任何淤青，但右叶却伤痕累累。他也想守护好右叶，但他没胆量反抗大寿，代替他挨双份揍的是右叶，他才是那个一直被保护的人。从一开始他说的一切都是谎言，他在兄弟面前将右叶为他做的一切都讲成是自己做的。八戒说出的真相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可可和阿钱嘲笑八戒居然还要靠女人保护，八戒跪在武道面前忏悔，是他的谎言连累了大家，他其实怕大寿怕得要死，除了捅他别无他法，他只是在逃避自己的懦弱。武道大骂八戒逊毙了，但他同样逊得要命。三国走上前拍了拍八戒，别看他总是潇洒的让八戒不要怨恨自己的出身，但他的心中同样也有怨恨。又一次他被烦得受不了了，就扔下了个妹妹离家出走，半夜回家被妈妈狠狠揍了一顿，但揍完之后妈妈又抱着他哭着道歉。训的人不止八戒，他们都很弱小，所以才需要伙伴，他们绝不会因为这种小谎就抛弃伙伴，因为这就是东莞。在伙伴的鼓励下，八戒终于重拾了勇气，他大喊一声，扯下上衣，让遍体鳞伤的同伴们退下，他现在已经不怕了。八戒眼神坚定地走到大寿面前，黑龙的特工服他不会再穿了。大寿勃然大怒，被吹捧了一下就以为自己变强了吗？家人一直都是他在守护，八戒难道要反抗守护柴家的大哥吗？右叶大喊着不要伤害八戒，却没想到八戒毫不犹豫给了大寿一拳。东莞阿尔番队副队长柴八戒为了保护家人和伙伴，他要揍扁大寿，于是场面又变成了柴家兄弟互殴。八戒的改变让千冬和三谷都震惊了，因为八戒说的是揍扁而不是杀死。千冬很激动，未来一定会持续改变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大寿却突然发狂，边哭边把八戒往死里揍，枉他爱家人爱得这么深，就非要逼他手刃手足不可。八戒失去意识倒在地上，而大寿也不打算放过其他人。黑龙的部队已经将这里包围，千冬往外面一看，大寿的杀人部队果然集结在外面，少说也有100人。当然武道从来没想过要逃，如果不在这里打倒大寿和黑龙，未来是不会改变的。右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笑得出来，搞不好是真的会没命的。三谷向右叶道歉，他没想到自己的期待让八戒如此煎熬，右叶一个人保护了八戒那么久，他真心的感到敬佩。说着，三谷摸着右叶的脑袋安慰，现在该轮到他们出场了。一股委屈涌上心头。小时候妈妈问过他喜不喜欢爸爸，右叶表示不知道，因为爸爸常年都不在家，他们甚至没说过几句话。每当这时，妈妈就会抱紧他，说他会保护右叶。但是没多久，妈妈就病逝了。妈妈死后，大寿马上开始家暴，日复一日，从未停歇。他一直在独自保护着八戒，替八戒承受双份的毒打，所以些许的电话让他上钩了。他心想自己必须保护八戒，他要独自代替妈妈保护好弟弟。但是现在他明白了，自己不是孤身一人。东莞遍体鳞伤的4人义无反顾地冲向黑龙，八戒彻底蜕变，他这次绝对会保护右叶。右叶哭着跌坐在地，恍惚间他被妈妈搂住，看他现在不是孤身一人了。然而东莞还是不敌满血的黑龙军团，千冬扭到了脚，三谷早就支撑不住了，而超越极限的武道也陷入了昏迷。大寿嘲笑八戒到头了还是什么都保护不了，八戒却哈哈一笑，让大寿去地狱洗把脸清醒清醒。他将武道安置在一旁，独自对上大寿，他被打的份连武道的一半都不到，绝不会就此结束。而就在这时，东莞的众人齐齐愣住，他们都听到了 Mikey 的机车声， Mikey 居然找来了。武道再次支棱起来，只要有 Mikey 在，他们就一定能战胜黑龙。但三谷却不这么想，他们来这里已经打破了东莞和黑龙的休战约定， Mikey 会怎么想他们？然而 Mikey 进门的第一句话却是圣诞快乐。